我买的 iPhone 17 Pro Max 星宇城终于到了，但是我从13号一直等到25号，迟迟没有等到。没想到他让我做的第二步是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范视角，我是 Fan。我买的 iPhone 17 Pro Max 星宇城终于到了。那其实我是有年年换新的，按照道理来讲，我是应该可以大概率拿到首发的，但是为什么这么久这么晚？今天视频录制的时间是10月8号，这么晚才拿到这台手机呢？其实有2个原因，一个是去年我在购买 iPhone 16 Pro Max 的时候，店员强力推荐我购买 Apple Care 加入年年换新计划，当时我也就购买了，但是他当时告知我的是 Apple 会足量的保证加入了年年换新计划的客户的新手机的库存，也就是说我在今年的新品发售之后，我能够得到足量的库存的保证。那当时我是这样理解的，他也没有告诉我，即使加入了年年换新计划，也还是需要去自己去抢购预约的，所以我就一直以为新品发售之后，我只要预约一下，那首发当日我就能够拿到这台手机。所以说在9月12号晚上8点开放预约的时候，我并不以为然，我以为我肯定能够预约到，所以我就按照我自己的计划，然后继续去健身了。那当我13号想起来要去预约的时候，发现预约的时段已经排到了9月下旬，当时显示的界面是9月25号到9月28号。那已经没办法了，我也没得选了，我只能选择这个时间段。好，我就点击了这个时间段的预约，并且我顺利的收到了一封邮件，告知我预约成功，并且告知了我的预约码。然后邮件上还显示我的手机将在9月25号到9月30号到货。当手机到货之后，会通知我去预约取货的时间跟日期。那我就一直在等着第2封邮件，让我去预约日期跟时间段的这封邮件。但是我从13号一直等到25号，迟迟没有等到这封邮件，所以在25号的当天的中午，我又拨通了我所预约的这家门店的电话，门店的客服又告知我去拨打官方客服的电话，所以我打通了官方客服的电话，但是官方客服告诉我，他们只是负责 Apple 线上商城的订单，它跟线下的门店订单是区分的，并且客服之间也是无法相互转接的，所以线上客服又推荐我去到线下门店去咨询。好，当天我就去到了线下的门店，我找到了线下的店员，店员呢告知我信息他是能看到的，但是我的所有的信息是灰色的，而且也没有库存让我可以去取，所以说他的建议就是让我继续等待，因为毕竟时间还没有到最后一天，也就是30号，我想着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写的是9月25号到30号，我想着那我就再等一等吧，说不定很快就会有第2封邮件了。所以我就一直等到了9月28号，但是还是没有任何的跟进邮件，没有任何一封邮件或者信息去告知我应该在什么时段哪个日期去取货。所以我又拨打了门店的客服电话，但是门店的客服电话其实很难打，因为只要他们是忙音了，系统就会自动把门店的电话转接到线上客服，而线上客服又不负责线下的业务，所以说线上的客服呢也没有办法帮我解决任何的问题。那我只有一次这样的尝试的去拨打，直到他们的门店的电话恰巧不是忙音，然后呢恰巧能够接到门店才行。所以9月28号我好不容易拨通了线下门店的客服电话，但是当时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还是让我继续等。那我想着那就继续等吧，已经等了这么久了。那就在9月30号的当天下午，我还是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让我去预约时段或者让我去取货，所以我又去拨打了线下门店的电话，经过了10几通的尝试，终于拨通了。那当时正好他们的营销部的经理在旁边，他告知我让我把这个预约取消，我就按照他的提示，然后把这个预约取消了。然后没想到他让我做的第2步是让我继续尝试重新预约。重新预约的时候，界面显示的日期已经到10月下旬了。然后他问我能不能接受其他的颜色、其他的型号、其他的容量。我说当然不行。我说如果其他的型号、其他的颜色、其他的容量我都可以接受的话，我当时为什么要加入这个年年换新计划呢？然后他问我
你国庆期间都在上海吗？我说我不在，因为我要去北京旅游。然后他就告诉我，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我去到北京了，然后我就一直刷一下库存，然后看看能不能预约到。如果预约不到，然后10月8号的时候，他会再给我来一通电话。我当时也没反应过来，我想着可以，我也就接受了，并且我追问了他一句，我这样的现象造成的原因是什么？他告知我可能是系统卡单造成的。好，我也就没有再深究，我就挂掉了电话。但是挂掉电话之后，越想越不对，我理应最迟在9月30号的时候就应该能够拿到手机，但是因为他所谓的这个系统错误、系统卡单，造成了我没有拿到，并且告知我在假期期间要一直的去刷库存。我越想越不对，而且越想越憋屈，所以我在那天晚上我又去到了门店，跟他们去重申我的诉求，并且把下午这通电话的情形又跟当时当值的运营部的经理复述了一遍。因为下午接通我电话的那一位经理已经下班了，因为我是10月1号下午出发，我就请他帮我留意一下10月1号上午是否有新的库存补充，如果有的话，请他们帮我要保证我的这台手机的供给。他当时也答应了，然后呢，在10月1号的上午，我也接到了他的电话，但是得到的消息是没有新的库存，所以又一位新的当值的经理同样的是建议我继续刷库存，但是我很明确的告知他们，刷库存我可以，但是他们必须要保证我在10月8号的时候拿到我的手机。不管是因为门店的原因还是系统的原因，造成了我没有办法如期拿到手机。我没有要求赔偿，我也没有要求其他的，我只是要求他们在我预约时间的10天之后拿到我自己理应在10天之前拿到的手机。我觉得这不过分，所以他勉为其难的答应了下来。然后今天是10月8号，然后我在上午的时候接到了他们的电话，再一次跟我确认了一下我所预约的型号、颜色跟容量。然后我告知他们之后，他说那我给你留一下库存。然后今天晚上我到达上海的时候，我直接去到了门店，然后终于拿到了这台手机。乌龙就是这样，那我们下面就来开箱吧。好，我们来开箱。那这个呢是手机，那这个是与之配套的手机壳。我在店里面去试了一下各个材质的、各个颜色的手机壳与橙色手机的搭配情况。我综合试下来之后，是这个颜色、这个材质的手机壳跟它更搭一点。所以我们先来拆箱这台手机，然后再拆这个手机壳。好，打开。好，这就是手机本体了，手感还是很舒服的，很香。好，打开。好，这就打开了。简单的设置一下，其实大家还是能够比较明显的看出它的反光的。虽然他说这一次的17系列引入了 AR 反光涂层。来看一下它的配件，那就是它针织的 C2C 的线，我就不打开了。然后就没了，很环保。好，更详细、更深入的使用体验，我们后续再做分享。好，手机就是这样。下面我们紧接着开箱这一台手机壳。那这个手机壳就是苹果官方的手机壳，好像是400多块钱。这个是朋友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的。好，打开，接下来看一下它俩
搭配之后的效果。是这样。因为我比较喜欢绿色，然后搭配起来也不觉得很违和吧。当然，这个好不好看是很主观的啊，大家就还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搭配吧。手感也是挺好的，也不太会掉。大概是这个样子。好，这就是快速的开箱。